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大学相恋4年的女友，在毕业前官宣了和富二代的恋情，他还四处造谣，说我是个甩不掉的舔狗。为了炫耀，他让富二代天天开豪车接他，还要在私人庄园里举办生日宴会。可我却发现，富二代开的豪车是我的，那私人庄园也是我的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毕业答辩结束后，我穿着意大利手工定制的西装，攥着精挑细选的鸽子蛋钻戒，打算和我相恋4年的女朋友沈南艺求婚。室友调侃我今天穿的人模人样的，还真像个富家阔少。我淡淡一笑，隐藏身份来读大学，就是为了能和身边的人打成一片，能找到一个真心爱我的女友。今天我就会告诉她我的真实身份，给她一个惊喜。一切准备完毕，我把戒指藏在花束里，抱着一大捧红玫瑰，往沈南艺宿舍楼下走去。可离远就看着女生宿舍楼下乌泱泱的一群人，里边还跟着一群人起哄，听着是有人在表白，好像还成功了的样子。我心想这倒是挺有意思的，谁知要巧，和我选的一天日子，表白对象和我女朋友还住一栋宿舍楼。正想着沾沾喜气，人群中心处有人大喊出声：沈南艺，我喜欢你。我心里一乐，这更巧了，名字还和我女朋友一模一样。想到这里，我愣住了，突然有些明白了什么，抱着花赶忙往人群里挤，看见中央空地上拥吻的两人，只觉着气血上涌，眼前一黑。哪里有那么多的巧合？那就是我女朋友沈南艺。她的室友看到我，好像怕我闹事一样，都挡在我面前。我气不打一处来，着急想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，索性也跟着喊了出来：沈南艺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两人拥吻被我打断。沈南艺看见我面露心虚，我也看清楚了那男人是谁，戏里有名的富二代，叫宋云开。他出手阔绰，仗着有钱四处挤兑人，最看不上我这种只能靠努力学习的穷学生。众人见我出现，也纷纷开始窃窃私语。毕竟我跟在沈南艺身边的4年是实打实的，许多人都见过。过了起哄的劲儿，许多人也开始反应过来了。对呀，沈南艺不是有男朋友吗？学霸宋文景，整个24校好男友，也没听说分手啊。沈南艺也听见了这话，挎着宋云开的胳膊，手指上的钻戒格外耀眼。可我看着这钻戒竟有些眼熟，不正是上个月我姐分手之后撇掉的那个吗？怎么会在他这？只见他清了清嗓子，说出了磨灭我4年付出的话。大家都误会了，我和宋文景只是普通同学关系，一切都是他对我单方面的纠缠。我听到这话都被气笑了，合着是我自作多情了呗。沈南艺看到我手里的大捧玫瑰，又看了看宋云开送他的一束雏菊，表情有些不自然，不过很快就自我洗脑成功，手指不停摆动着，炫耀着那枚钻戒。宋文景，麻烦你不要再纠缠我了，我有男朋友了。云开可是宋氏集团的继承人，你不过是一个屌丝穷鬼，哪一点能比得上他？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好。以前沈南艺在我面前总是柔柔弱弱的，很容易激起我的保护欲。现在才发现他演技怎么这么好啊，脸上的贪婪让那好看的眉眼都有些扭曲。可宋云开是宋氏集团继承人，那我是谁啊？原来他一直在冒用我的身份招摇撞骗。沈南艺，你当初口口声声答应我同意和我在一起，4年来我更是唯你是从，对你百般呵护，
我送你的东西你也都全部收下，你现在说我是纠缠你，你好意思吗？心底酸涩难忍。这4年我对他是情真意切，等我以为修成正果的时候，却说我就是个跳梁小丑。众人哗然，都是一副吃瓜吃饱了的表情。我送的东西就没有便宜的，他天天享受着我的好，四处炫耀我买的包包，现在又想一脚把我踹开，哪有那么容易？人群里开始有人站在我这边，有个软软的却很坚定的声音传入众人耳中。平常装出一副高岭之花女神的样子，这不就是个拜金捞女吗？顺着声音的方向看过去，女孩略带些婴儿肥的小脸映入眼帘，是戏里的另一位学霸姜汁。沈南翼曾经和我抱怨过，说姜汁总在背地里说他坏话，让我对这种背后嚼舌根的人很有看法。现在想来，他不过也是性情中人罢了。沈南翼被戳到痛处，眼底闪过一丝愤恨，可反驳就总会让人觉着他是在掩饰什么。宋云开想在女神面前表现一番，扯着自己身上的西装，又从兜里掏出了车钥匙。有眼尖的人认出了车钥匙，不由得惊呼：这不是兰博基尼的车钥匙吗？不愧是宋氏集团继承人，就是出手阔绰。宋文景一个穷学生还真比不上，看来又是一条舔狗哦，自动过滤掉那些酸言酸语。我看着这个钥匙也颇为眼熟，因为我的东西都会有一些固定的标志，恰巧这个车钥匙就有。可宋云开好像并不知情，正沉浸在恭维声中不能自拔呢。我打量着他身上的西装，冷笑一声：宋云开，你穿黑色青果领西装的样子，真的很像西餐厅里的服务员。你懂什么啊？没见过世面的东西，去过高档宴会厅吗？就敢在这里大言不惭。宋云开明显是心虚了，可因着他伪造的身份，众人还是选择相信他。我不屑和他们做无谓的口角争执，反正真的假不了，假的也真不了。只不过见我半天不说话，宋云开倒是误以为我是自惭形秽了。宋文景，你说我们都姓宋，可惜这身份怎么就是天差地别呢？也别怪南翼不选择你，你有什么资格和我比啊？她这样的女神，只有我才配拥有。沈南翼被夸得心花怒放，粉拳轻轻捶打着宋云开的胸口，一副小女儿家娇羞的模样。云开，你都不知道他有多烦，我碍着面子不想打击他，没想到他会误会我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样子，一股子穷酸味，看着人模人样的，西装连牌子都没有，恐怕也就是哪里不值钱的地摊货。两人一唱一和的，把我塑造成了一个痴汉舔狗的角色。围观众人为了自己的未来考虑，都想给宋氏集团继承人留下个好印象。即刻间，我就变成了众矢之的，仗着学习好有什么用？宋云开这种一出生就在罗马的人，他学破脑子也赶不上，又是个死舔狗，家里人供他读书容易吗？天天不务正业，真是丢脸。沈南翼和宋云开就是天生一对，女神被穷屌丝骚扰了4年，也是够可怜的。他们不断说着贬低我的话，站在各自的制高点上攻击我。可作为宋氏集团真正继承人的我，若是没有这点忍耐力，那真是这么多年白活了。我嘴角勾起玩味的笑容，抬头看向宋云开。我记得有新闻报道过，宋家在京郊有一座私人庄园，里边奢华无比。沈南翼下周就过生日了，你这个继承人不在那里给女朋友办生日宴，都彰显不出来你的地位，不如就在私人庄园给女神办生日宴，到时候邀请我们，也让我这个穷屌丝见见世面。
沈南义一听私人庄园，眼中瞬间涌现出一丝贪婪。或许他在幻想着，以后若是成了宋氏集团的女主人，这私人庄园可就是他的了。可惜他不知道的是，自己本来是有这个机会的，但被他自己做没了。沈南义期盼的目光过于浓烈，跟着起哄的众人也都注视着宋云开。他高兴的上头，直接就答应了下来。好，下周日正好是毕业典礼，等典礼结束，我带大家一起去，给我的南义庆祝生日。众人欢呼雀跃，都在说宋云开不愧是豪门继承人，就是有魄力。我冷眼看着这一切，已经期盼下周日的到来了。到毕业典礼的这一周，我天天都能看见宋云开坐在我的兰博基尼里，带着沈南义四处晃悠，给家里的管家打电话询问到底是什么情况。管家告诉我，那辆车是被他的助理送去保养了。管家的助理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是个看着十分朴实憨厚的大叔，确实是姓宋，在我家工作也有了4、5年了。平日里总说家里生活困难，有个儿子要养，所以平常家里想处理掉的贵重物品，包包、首饰之类的，就都会给他，他也不嫌弃。毕竟2手的钻戒也是钻戒，沈南义手指上的那枚，恐怕就是这样得来的。这次私自把我的车以保养的名义取走，却给自己的儿子开，多少引起了我的不悦。周末当天，我吩咐管家亲自去庄园里布置，说我要在这里举办一场宴会，来庆祝我顺利毕业。特意嘱咐了一点，让他亲力亲为，不要告诉其他人。直到毕业典礼结束，正想着再打个电话通知爸妈一声，让他们也过来参加，就听到有人在身后喊我：“宋文景，那天的花谢谢你，可这个东西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”是姜汁的声音。那天他义愤填膺，为我打抱不平，最后就把玫瑰和鸽子蛋就都送给了他。此时他手里拿着戒指盒，说要还给我，心里莫名涌出一股暖流。收着吧，我就是一个穷屌丝，怎么可能送你真的鸽子蛋？可我的话他好像并不相信，眼里满是同情。宋文景，我都懂，及时止损也是好的，你能走到今天不容易，这东西太贵重了，你去退了也能让自己刚毕业过得轻松一些。现在我懂了，他是真的在同情我，认为我是在口是心非。正想着怎么劝他收下，有人突然从姜汁的手里面把戒指盒抢走了。哟，鸽子蛋啊，宋文景，你真是下血本了，这得让你出去打不少工吧。沈南义嫉妒的模样溢于言表，拿着鸽子蛋在太阳下打量着，爱不释手。宋云开撇了撇嘴，不屑地去了一声，拿过钻戒又扔回了姜汁的面前。没听说吗？他一个穷屌丝怎么能送真的？不过一个地摊假货罢了，你要是喜欢，赶明儿个我送你个真的。宋云开又夸下海口，沈南义的表情也柔和了下来，看向我和姜汁，眼里充满了轻视。2个穷学生而已，你们才真是般配。说着撩了撩自己的头发，示意让我们上车。依旧是那辆兰博基尼。快上车吧，我们这就准备去庄园了。其他同学都有专车接送，也就是你俩福气好，才能有坐兰博基尼的机会。沈南义得意极了，什么福气不福气，他就是想尽可能的羞辱我罢了。我带着姜汁不动声色地上了车，我看你俩一会还能不能笑得出来。一路行驶到庄园，看着越来越熟悉的景色，想起自己确实很久没来这里了。四周绿林环绕，景色宜人。我们4个人到的时候，
已经有一部分同学在里边说说笑笑了。走下车，不经意瞟了一眼宋云开和沈南义，这两个看着眼前的私人庄园，就差口水没流出来了。不愧是宋少啊，这庄园就是阔气。看来没2天我们就得喊你宋总了吧？宋总要是继承了宋氏集团，可别忘了我们这些好兄弟，让我们也都跟着喝一口汤吧。宋云开被捧得飘飘然，俨然一副大哥的模样，享受着小弟们的吹捧。我则是带着姜汁径直向里走去，四处打量着。管家的效率确实是高，一切都很符合我的口味。忽然想起来，花园里有个角落种了一片栀子花，和姜汁的名字很配，就想着剪下来一些送他。见我轻车熟路，宋云开顿时有些吃味。旁边的狗腿子很有眼力，赶忙挡在我身前。宋文景，你乱走什么啊？这里这么大，你要是弄坏了什么东西，赔都赔不起。看着他狐假虎威的模样，我顺手拿起一把精致的剪子，淡定地剪下一朵栀子花送给姜汁。见我连眼神都不给他一个，那狗腿子更是气急败坏，撸起袖子就想过来跟我动手。宋文景，我看你是给脸不要脸了，还敢随意剪断宋少家的花，你真是活得不耐烦了。我也不客气，这狗腿子都打到我面前来了，不跟他比划比划，我这么多年的可就白练了。几个招式下，狗腿子被我踹倒在地，周遭那么多人，竟没一个人敢上前来帮他。许是这边动静有些大，有些佣人也过来远远的围观。有个级别稍高一点的佣人走了过来，各位都是少爷的同学，今天能来参加宴会，庆祝少爷顺利毕业，还请各位融洽相处，我们管家一会儿就到。等等，今天不是为了给我过生日吗？沈南义察觉不对，疑惑地问出声。佣人只是笑而不语，转身离开了。眼看着宋云开表情愈发不自然，额头上已经沁出一些冷汗，他可能也没想到这边鲜少有人来，怎么就这样巧，偏偏今天和正主撞上了。可能是下边人传话传错了，南义别在意这点小节。对了各位，我爸妈到了，我要去接一下，先失陪了。他这是想跑啊，可其他人却看不出来。那狗腿子还指着我继续骂骂咧咧，等管家和宋少爸妈到了，你就死定了。我瞥了他一眼，不屑理他，直接出手拦住了宋云开。别走啊，叔叔阿姨有佣人去接，宋少就在这里陪陪沈南义，多好啊。正当他硬着头皮点头的时候，门外豪车停下，从车上走下2男1女3个人，看着就是管家带着老爷夫人的配置。走近一看，几个人都不停地在管家和宋云开2人的身上来回徘徊。因为这2个人撞衫了，狗腿子不明白情况，跟在管家的身边就喊宋董事长，那亲热劲儿简直没眼看。可宋云开自己也没见过宋董事长，站在原地一时也不敢说话。倒是沈南义挺起了腰板，来到管家身边，把自己当作宋家儿媳妇一样，满脸乖巧。叔叔好，我是云开的女朋友。嘿嘿，我妈站在后边轻咳了2声，管家顿时后退了2步，有些尴尬的退到了我爸妈身后。沈南义猛然明白了什么，回头瞪了狗腿子一眼，恨他开的什么头？你们就是我儿子的同学吧？今天来就好好的玩，当自己家一样。我妈没管沈南义，出声招呼着同学们，说着自言自语的来了一句：这孩子，同学都到了，自己怎么不在？我被一群人挡得严实，以至于我爸妈都没看见我。其他人一听这句话，直接把宋云开推前边去了。阿姨，宋少在这呢。
沈南义挽上了宋云开的胳膊，一副大家闺秀的模样。可宋云开不安地交握着双手，只想赶快逃离现场。我爸妈俩人都是一头雾水，皱着眉头看着宋云开：“你们在说什么？他不是我儿子。还有这孩子怎么穿着管家的衣服啊？”众人面面相觑，沈南义的笑容也僵在了脸上，转头询问宋云开：“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宋云开尴尬地笑了笑：“叔叔阿姨，都是误会。管家上前在我妈耳边低语了几句，我妈点了点头，上下打量着宋云开：“你是管家助理宋强的儿子啊？是有几分像，快把宋强叫过来，今天就别忙了，一起开心。”众人哗然，这话里的意思不要太明显。宋云开是管家助理宋强的儿子。沈南义露出了不可置信的表情，先前维持的端庄形象，这一刻也算是彻底破功了。“阿姨，你在说什么？宋云开不是你的儿子，怎么可能？那你的儿子是谁？”“我儿子是宋文景啊，你们到底是不是他同学？”“哦，对，他当初执意要隐藏身份去读大学，看来是让你们误会了。”众人齐刷刷地回头看我，我妈见我旁边站着姜汁，手上还带着个鸽子蛋，赶忙热情地迎了过来：“你是小景的女朋友啊？这鸽子蛋还是我跟她一起挑的呢，送我未来儿媳妇就得送个大的。”我刚想解释什么，没想到姜汁温温柔柔地答应了，心底也暗暗松口气。我妈今天算是不用再拿娃娃亲逼我了。可这边一阵祥和，另一边可就不一样了。“什么？你说宋文景才是宋氏集团未来的继承人？这不可能，他就是一个穷学生。宋云开还有兰博基尼，怎么可能不是？”沈南义好似接受不了这件事情，愤怒地甩开了宋云开的手，气急败坏的模样很是滑稽，尤其是姜汁手指上的鸽子蛋。他盯着姜汁的手，眼底的贪婪一览无余，因为那差一点就是他的了。我嗤笑，没有人会怀疑我妈的话，毕竟我妈曾经是影后，太过标致的脸认谁也不可能认错。沈南义，因为那车是我的，管家助理说送出去保养，是宋云开偷偷开走的，还有你手上的钻戒和他送你的那些包包首饰，都是我姐和我妈不要的。沈南义的表情一点点皲裂，愤怒已经让他好看的面庞变得扭曲。他自己当宝贝的东西，竟然是人家淘汰下来的二手货。他一贯自诩女神，自然接受不了这些。宋云开，你竟然敢骗我！谁骗你了？明明是你自己拜金水性杨花，我稍微送点东西，你就上赶着贴过来。我可从来都没承认我是宋氏继承人。宋云开这无赖的模样，更是让沈南义被怒气冲昏了头脑，举着包就往宋云开身上砸。两个人一来一回扭打在一起，我看着这俩人狗咬狗，带着姜汁暗自退后一步，生怕被狗咬到。门口又是驶来一辆车，从车上下来一个看着老实巴交的大叔，穿的衣服和管家以及宋云开没什么两样，都是同款黑色青果领西装。在场众人心知肚明，这人恐怕就是宋云开的亲生父亲宋强。宋强憨厚地笑着，和我爸妈还有管家打着招呼，却是看到了混乱中的两人，瞬间大惊失色。最终还是庄园里的佣人出手，才将两个人分开。宋云开已经被沈南义尖锐的指甲挠出了满脸血丝，我真是看着都疼。可惜不过是他自作自受罢了。宋强不断在众人面前道歉，说都是宋云开不懂事，惹了我们不开心，还压着宋云开一起道歉。可宋云开装富二代装惯了，哪里肯道歉，
指着宋强的鼻子就开骂：“你个老不死的！这些东西还不都是你给我的？兰博基尼的车钥匙，我说了一句你就让我拿走，还说他们这群有钱人都是冤大头。”我们一家人听着都不禁变了脸色，看来宋强不过是表面装着憨厚而已。我爸面色沉着，说出的话却好似决定着一家的生死。宋强，你被辞退了，把不该拿的东西留下，带着你的儿子赶紧离开。宋强看着宋云开不成器的样子，自知这份工作是保不住了，如果再挣扎下去，很可能日后在京城都混不下去了。摸索着从宋云开的身上掏出了兰博基尼的钥匙，毕恭毕敬地递给了我爸，然后愤怒地踢了宋云开一脚。父子俩踉跄着离开。今天跟着过来的同学们都噤若寒蝉，生怕惹了我的不痛快。风向标也吹到了我这里，狗腿子为表忠心，还趁着宋云开没走远的时候，用着所有人都能听见的声音大喊：“宋少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那孙子竟然敢冒充您，还真是瞎了他的狗眼了。”宋云开的背影明显的顿了一下，紧接着又被宋强踹了一脚，屁股上2个鞋印明晃晃的亮在那里，引起众人哄笑。糟心的人走了，管家又开始张罗着宴会继续。沈南义是脸也花了，头发也乱了，没有人敢上前帮他，生怕沾染了晦气。我看着总不是那么一回事，毕竟真心实意宠了他4年，想给他留一点面子，就让佣人带着他去梳洗一番。我靠在花园里的长椅上，一时有些疲累，正感受着阳光的沐浴，眼前的光突然被什么东西给遮住了。我睁开眼睛，只见沈南义凹着一个妖娆的造型，头发披散在肩上。若是从前，我可能会觉着心驰神往，但到了如今，知晓他真面目的我，只觉着俗不可耐。沈南义，你挡到我的太阳了！我的不解风情让沈南义尴尬起身，却是顺势挤到我旁边坐下。我被突如其来的紧贴吓了一跳，猛然从长椅上站起，像是怕沾染什么脏东西一样。文景，从前都是我被鬼迷心窍了，都怪宋云开那个贱人。我给你道歉好不好？你看我们相爱了4年，也算是夫妻情深，就原谅我这一次吧，我保证不会有下次了。沈南义在我面前恢复了温柔的模样，似乎比以往更甚一些，感觉就要掐出水一般。可惜落在我眼里的是他的贪婪，是他的虚伪。沈南义，是你亲口否认了我们4年的关系，磨灭了我4年的付出。宋云开这个人倒真有一点没说错，你就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。那天我本来是想向你求婚的，也打算向你坦白我的真实身份的，是你亲手毁了这个机会，现在后悔早已经晚了。我面无表情地说出这一切，就代表我真的已经放下了，或许心里还是有些低落，也不过是为我自己这4年的付出不值罢了，及时止损，总归也是好的。沈南义抓住我的胳膊，眼眶中闪烁着晶莹的泪花，一副我见犹怜的模样。文景，可也是你先欺骗我的啊，我原谅你的欺骗，你也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？我真是被他的无耻给气笑了。我虽然没告诉他真实身份，可他想要什么我都尽力满足他，自认为我没什么对不起他的，现在被倒打一耙，心里愈发悲凉。正在这时，一双柔弱无骨的手挽上了我的胳膊，用力将我的另一只胳膊从沈南义的手里扯出来。沈南义同学，你不是说过我们2个穷学生才是天生一对吗？还真谢谢沈同学的祝福，这枚鸽子蛋我就笑纳了。到时候我们2个婚礼，还请沈同学带着宋云开
一起到场哦。说罢，江之便带着我一起转身离开，身后传来沈南义气急败坏的声音。不过对我来说都无所谓了。从学校毕业后，我开始逐渐接手公司的事务，隐藏身份走这一遭，倒是让我见识了更多的世态炎凉。令我没想到的是，宋云开气不过，竟然跑到学校论坛上造谣，说我带头霸凌她。沈南义还跟着下场，说江之勾引她男朋友，破坏她和我的感情。我和江之是学校的优秀毕业生，我们两个人的照片还挂在学校的光荣榜上呢。这一出可是引起不小的轰动，他们说我可以把江之这个无辜的人扯进来，这让我非常不悦。紧接着又有营销号发出了所谓的爆料，说我们宋家仗着有钱随意打骂佣人，并对其进行体罚。而这所谓的体罚，竟然是让父子俩从京郊私人庄园徒步走回市区。这爆料的人不要太过明显，就差把宋强和宋云开的身份证号码写出来了。公司门口突然聚集了许多媒体，他们肩膀上扛着长枪短炮的，争抢着想进来拜访我们一家人。这已经严重影响到集团员工的工作了，加上学校里挂我的事情，网上更是议论纷纷，隐隐有威胁到股价的风险。我爸不愧是经营商场多年，一眼就看出来这背后肯定有人组织，迅速派公关部搜索证据，准备澄清文案。至于我这边的个人问题，永远不要低估一个发疯的女人，她发起疯来，是什么脏水都敢往我身上泼。现在学校里边已经开始疯传，说我是个渣男，私生活混乱，品行不端，不配是宋氏集团未来继承人。沈南义可算记住了自己的钻戒是我姐扔的，还发帖暗戳戳地说我家重男轻女。我看到这些消息真是要小发财了，我家就我这么一个亲生孩子，不给我给谁啊？还有我姐，那是我爸兄弟的女儿，父母光荣牺牲后就托付给了我们家，当大小姐一样对待着。而且她是个学术脑，想要学她父母，一定要在实验室里研究出一番天地，为祖国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力。本来他们几个人还能在京城好好的过下去，现在可是把我们家给得罪了，也就别怪我们辣手无情了。暗自让舆论发酵了一会，让对家先开心一段时间。我自己也是被我妈强拉着去见了娃娃亲，可当我见到娃娃亲手指上的那枚鸽子蛋的时候，顿时觉着这个世界简直太奇妙了。公关部开始逐渐将证据公布出来，让公众自己去发现问题，不然总有一些离谱人，明明白白的证据放在那里，他偏要说这是造假的，或者在污蔑宋氏集团仙人跳的。属实是宋强父子干的这些事过于离谱，但凡长点脑子的人都能发现其中的不对。对家信任宋强我并不意外，我们毕竟是过来人。宋强那老实憨厚的模样，任谁也想不出来他会收着我们家的钱，反而在背后说我们是冤大头啊。至于学校那边，我和江之作为优秀毕业生，一起应邀参加了新生的开学典礼。学校的新生开学大典用的是全网直播的方式，因着宋氏集团继承人隐藏身份读大学这件事，我们学校也算是大火了一次。这次直播间的观看人数瞬间多了几千万人。我和江之陷在台上，暧昧互动的样子羡煞旁人。评论区开始涌现一批黑字，谩骂我和江之是渣男贱女，言语是要多难听有多难听。各位老师、学弟学妹们大家好，
我介绍一下我自己，优秀毕业生姜芝，现任姜氏集团财务总监。旁边的这位宋先生是我的娃娃亲。我微笑着点头，算是同意了姜芝的说法。那天我跟着我妈去看那所谓的娃娃亲，看到姜芝的那一刻，才知道缘分就是这么妙不可言。她从小身体不好，一直被姜老夫人带在身边，寻了个山清水秀、风景宜人的地方养身子。这么多年一直没露过面，那时也恍然大悟，她为什么执着地相信我的鸽子蛋不是假的了。姜氏和宋氏同气连枝，她作为姜家的掌上明珠，这点眼力还是有的，所以那天她是真的在同情我。私人庄园那天，她知晓了我的身份，所以才欣然应下了，说是我的女朋友。从那天之后，我不得不承认，几次见面交往，我都被她深深吸引了。这层娃娃亲的关系只会让我们亲上加亲。我们两个官宣了恋情，也官宣了婚礼日期，届时会邀请亲朋好友们一同见证。而沈南翼的那些造谣言论也都被一一翻了出来。还有那天宋云开表白的视频，他搂着宋云开那得意洋洋的样子都被拉出来反复鞭尸了。这场仗打得干净利落，非常漂亮。我和姜芝在所有人的祝福声中离开了学校，网上的言论也瞬间改变了风向。宋云开冒充宋氏集团继承人，沈南翼有眼无珠，网友们都在幸灾乐祸，连带着宋强，三人都如过街老鼠一般，人人喊打。而我和我爸妈倒是成了人们可怜的对象，网友们都在调侃，说我遇到姜芝，终于摆逃脱了大冤种行业。宋强这一波操作好像在给宋氏集团刮痧，没能达到目的。他身后的那些人意识到自己被骗了，也坐不住了。宋强的下场可想而知。而对家慌乱间不小心露了马脚，被我敏锐地抓住了，重创回去。至此，所有的人又付出了应有的代价。我和姜芝婚礼的那天，邀请了去庄园的那批同学，当然也包括宋云开和沈南翼。这次婚礼非常重要，我派了许多人看着，那两个人也闹不出什么事端。宋云开不修边幅，胡子拉碴的模样，好像外边沿街乞讨的流浪汉，身上还穿着那件皱巴巴的黑色青果领西装。可我看着这钻戒竟有些眼熟，不正是上个月我姐分手之后撇掉的那个吗？怎么会在他这？他们两个人坐在一起，让我想到毕业答辩的那天，和如今相比，简直是恍如隔世。我姐那个大忙人为了参加我的婚礼，也从实验室里走了出来。路过沈南翼身边的时候，还有些意外地说了一句：“这不是那个死渣男给我的垃圾吗？怎么在你手上？”沈南翼这钻戒是摘也不是，不摘也不是，这毕竟是一枚钻戒，他舍不得摘。可不摘就说明他是个捡垃圾的，不上不下地压着他。此刻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看着其他同学努力地憋笑，我忍住不竖起大拇指。我的好姐姐还真是会杀人诛心啊！按照司仪的流程，我站在婚礼舞台上，心情激动。礼堂大门打开，姜芝穿着洁白隆重的婚纱出现在那里，挽着姜父的胳膊漫步向我走来。缘分就是这么奇妙，兜兜转转，始终是他。姜芝小姐，你愿意成为宋文景先生的妻子吗？我愿意。那句话好像是我此生中听过最动听的声音。宋文景先生，你愿意成为姜芝小姐的丈夫吗？我愿意。台下掌声四起。现在你可以拥抱你的新娘了。我激动地将我的此生挚爱拥在怀中，看着台下祝福我的亲朋好友，
也无意间瞟过那晦气二人组。沈南义的手用力地抓着桌子边缘，好像要把桌子掰断一样，面目狰狞，咬牙切齿，活像个吃人的夜叉。宋云开则是一脸无赖，四处找人聊天，希望其他同学能拉他一把，却遭人嫌弃。那是我最后见过他们。后来听同学说，两人在我的婚礼外大打出手。沈南义失手用水果刀捅了宋云开的腰子，被送进了监狱。而宋云开被他爹变卖家产救回一条命，却是成为了一个废人。对家因着宋强说谎，让他损失了不少，全面封杀宋强，直接断了两人的收入来源。他们父子这回还真成了沿街乞讨的乞丐了。当然，那都是后话。此刻的我正带着江之度蜜月，属于我们的美好人生才刚刚开始。那些不值得的人、不值得的事，都将成为过眼云烟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